上个月我在澳洲农村小镇的工作逐渐稳定了下来，我也摸索出了一个新的生活稳定态。这个月我透过实际的体验，逐渐摸索出小镇生活的模式。我心中也开始出现一种声音，是时候该离开这个小镇，并且这个声音也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的增强。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意外。那就让我们来一起回顾2025年的8月吧。随着我每天搭着日本人同事的车去上班，中午以及工作时间也有许多的相处时间，我在生活中也出现蛮多使用日文的机会。那我也在逐渐摸索跟日本人聊天主题的拿捏。原本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他们相对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聊天的时候也要比较小心一点。但是听了他们日本人之间的对话之后，我发现他们可以很自然的在公开场合讲一些性话题之类的东西，他们对于感情方面的话题也不太会避讳，所以我就后来也主动跟他们提一些关于 A 片啊、性或者是约会相关的话题测试看看。结果他们好像也不太会避讳，就是很自然的接下去，这算是有点让我小意外的一个发现。那当然这类话题的接受度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目前我的韩文沉浸时数到了200多，距离可以自由的输出自己想讲的话的这种程度还有一段距离。那日文则是本来就可以进行一般的对话或是开开小玩笑，但是日文因为我已经非常多年没有做沉浸了，表达能力跟反应速度其实跟几年前相比都是有下降的。像我过去大学的时期，当时我的日文其实是比英文还要顺畅的。不过不知不觉好几年的时间过去，那我的英文随着时间推进，逐渐的一直在进步，但是日文则是慢慢的生疏。所以现在日文的表达能力其实已经完全比不上英文了。那其实以现在的情况来说，现在开始做日文沉浸，然后把我脑袋中在冬眠状态的日文重新激发，其实是比起做韩文的沉浸还要有效益的。毕竟我在生活中就可以使用，那韩文离可以使用还是有段距离。不过我经过一些考虑，我最后还是决定把有限的时间花在韩文上面。毕竟我现在如果把韩文放掉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所以现阶段来说，我现在只把日文当作社交互动中的一种调味料，就是有时候可以讲个几句，这样子也能够产生蛮大的互动上的加分的。我在另一部影片中也有更详细去谈我使用日文心态上的一些转变。那最近呢，工厂又出现一种新的工作——装箱南瓜。那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品种的南瓜，也是蛮新奇的。那这个工作跟哈密瓜装箱其实差不多，就是把南瓜从bin里面拿出来，然后根据尺寸去分装到不同的箱子之中。目前为止，我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番茄装箱，包括叠箱子、哈密瓜装箱、南瓜装箱，甚至是贴贴纸这些。那我观察到每一个人喜欢或是适合的工作其实都不太一样。像我自己就是比较擅长哈密瓜跟南瓜装箱的工作，次之可能是叠箱子之类的体力活，这些通常都是给男生做的工作。而番茄装箱的工作，因为只要操作机器，所以体力上是非常轻松的，但对我来说是蛮无聊的，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也有人是跟我完全相反的，他们比较不喜欢哈密瓜装箱，反而更喜欢番茄装箱的工作。那我刚开始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的体力基础是比较差的，所以经历了地狱一般的体验，这个是在第一话有讲到过的。那当时我还会以为女生做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而男生则是需要做比较多的体力活。当时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公平的感觉。但是随着我的力量跟耐力都逐渐在上升，然后慢慢跟得上，我现在反而会觉得需要这种一点体力的工作，它能够让我保持在一种专注的状态，并且比较不会感到无聊。
如果去做那种女生做的工作，像是装箱番茄或是称重量这类的工作，我反而会无聊到快要发疯。所以这个也让我慢慢体会到，有时候其实这种分工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每一个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擅长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反而会觉得能够做一些需要体力的工作，也是一种幸运。我觉得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有时候透过一些经历，就会开始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也会意识到过去的自己看的可能还不够全面。某天当我正在做很枯燥乏味的番茄装箱的工作的时候，透过同事我才得知，今天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个火箭要发射，是真正的那种火箭。那据说是澳洲本土的公司要进行试射。我听到的时候还感到非常的震惊跟新奇。首先我压根没有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可以目睹火箭发射，但没想到就是这么刚好，就刚好在我工作的这个小镇就有一个火箭要发射，真的是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火箭发射的时间我们可能都在工作，所以有可能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去看到这个火箭的。那后来呢？很可惜，我的确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火箭发射。不过后来听说这个发射是失败了，这个火箭只离地了14秒，然后好像就掉下来，然后就撞毁了。本周下班的剩余时间，我开始整理7月份的自营月刊，这个已经成为我每个月的例行公事。每当我坐下来撰写文案，细细的去回想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就会有一种超现实感。明明只是上个月的事情，却感觉非常非常的久远，也感觉上个月的我跟现在的我所处的状态已经有非常大的差距。要是我没有制作这个自营月刊系列，我想这些记忆也都会逐渐淡去，遗失在时间的洪流之中吧。这周我也开始看《The Charisma Myth》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在讲关于气场啊、肢体语言，也涉及到一些心态面的书。看了许多不同领域的书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互相关联。比如说这本书虽然讲的比较多是关于气场方面，但是它也提到一个我认为很棒的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你的好的外在行为往往是由内而外的。这意思是说，只要你的内在的状态是对的，它很自然而然就会反映在你的外显的行为上。比如说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语气，还有你的眼神等等。那这并不是说技术上的修正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你的专注力其实是有限，它没有办法允许你同时去注意非常多的细节。所以说一开始由内在开始，然后把内在的状态搞对了，你展现出的行为也就会对一大半了。那这时候呢，再做最后的细节的微调，往往是更有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启发。那我也发现，因为书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讲心态面的东西嘛，那里面的观念跟我过去接触过的一些，包括冥想、佛学或是演化心理学这类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有所关联的。所以我觉得看书可以让你用一个新的框架去看一个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且观察到很多你过去不会察觉到的细节，在你的生活中都可以察觉到。那看书的时候，我觉得最忌讳的情况就是你看完一本书觉得很爽，学到很多，但是你并没有落实到生活之中，然后就马上开始看下一本书，而上一本书的内容你就这样子慢慢忘记。所以说我现在也决定不再看新的书了。我上个月看的 Captivate 还有这个月看的这本书，我认为已经给我非常足够的知识量，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会把这2本书再重看几次，然后接下来我需要的就是大量的去行动，透过现实的反馈来检验，然后形成我自己的知识体系。像我这种常常会自我省思的天性内向的人，
过去想要改善社交技能或是幽默感的时候，常常出现的状况是，你经过一个社交互动之后呢，事后检讨的时候才想到啊，我当时应该可以讲这个梗的，或者说这样子回复应该会更有趣一点。但是当你下一次再遇到相同状况的时候，因为已经不知道是几个月后或是几年之后了，在那时候你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你上次想到的这件事情或者新的回复，最后你就会依赖你习惯的一种条件反射，最后你还是做出一样的回复，而没有办法做出改变或是改善。那我发现我现在在澳洲，因为认识的人常常来来去去，每个月几乎都会认识到新的人，然后也会有人离开，所以社交的密度还有重复频率非常高。那这也让我每一次反思我上次互动不太满意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我想到什么新的梗，我过不久之后就可以马上拿来实验跟套用。套用之后呢，我如果得到好的反馈，它就会加深这个记忆，然后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条件反射。所以我下一次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就会自然而然用出这些比较新的回应方式，或者说比较有趣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实际非常有感的一种提升过程，真的是非常有趣，就真的很像你在游戏中在点技能，然后变得越来越强的这种感觉。原本我在台湾可能花很久时间都无法达到的进步程度，我在这边可能花3个月就快速达成了，所以真的是实质上的一种精神时光屋。上个月我开始每周规律的抽出一点时间来健身，那现在我其实也实际感受到一些成果。刚开始我在工作上是非常非常费力才能举起的重物，现在居然都可以蛮轻松就举起来了，所以我自己也是蛮惊讶的。那我自己也看得出来，在体态上呢，跟过去相比都有肉眼可见的改善，像体脂肪也是很自然的在一直下降，肌肉量也有稍微的提升。印尼室友们搬出去之后，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这周终于有新的人搬进他们以前的房间了。And Fred is eating noodles. It's making me hungry. I'm hungry as fuck right now. 这个新室友名字叫做 Fred， 他来自爱沙尼亚。那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主动来开启社交互动，所以我都会先主动打招呼、自我介绍、握手，然后并主动去提问，试着了解对方的背景，这样子来展示一个我是一个友善，然后愿意互动的人。我慢慢的察觉到，社交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双人舞。如果只是有一方有意愿的话，是很难起舞的。那这一次我就发现 Fred 跟之前那几个比较安静的室友不太一样。Fred 是一个非常健谈，然后也很乐意分享的人，所以说我们就很顺利的聊起来。那据说他来到澳洲已经是有7年了。当初他是因为在他自己的国家失业，然后刚好有机会来到澳洲。一开始他好像是过着糜烂的生活，沉溺于酒精之中。但是某天他因为开始信奉宗教，得到了救赎。现在他过的生活就是不太追求金钱，就只透过打打零工赚取足够的收入来支撑生活，就过着这样非常简朴的生活。那平常他有闲暇之间，他喜欢去打高尔夫，去参加业余比赛。他也很喜欢钓鱼。在家的时候，他也会用木头去制作一些自己的饰品等等。很乐于分享并提供价值的 Fred， 他也送我一些他自己国家的茶，还煮了很好吃的早餐给我吃。Wow,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man. I should probably cook you something next time. 这周五我得到了1天的休假。本来我想跟同事借一下钓竿去钓鱼，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借到，所以我就继续在家，然后总算是把自营月刊的文案给写完了。OK， 我们家这个网络 WiFi 现在突然不能用，应该说2天前它就故障了，所以我现在就要打电话来处理这个问题。Thanks for calling Tangerine. Alright, what's the make and model of your router? It's called Archer VR
400. Okay, I'm logged in. Okay, let's set the time. Connection information. So username and password. Username and password for PPPoE. Yeah, PPPoE. Yep. Okay, it works now. It's working. Perfect. So where are we going here? I don't know. Fuck, I don't know who changed the settings. You investigate, okay? Yeah, Alright. that's weird. So you did great. Troubleshooting, yeah, you did great. So for 24/7 support, you can always use the portal.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No, 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man. Sure. Thank you for calling. 刚开始在国外前一两次你要打电话的时候，真的会感觉有点紧张，但是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你这次数的累积，在我自己发现之前，我就已经逐渐习惯这个过程了。现在打电话就慢慢变成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也比较不太会紧张了。我想一个人身上很多的能力，就由这种日常生活中无数次的决定还有小经验累加而成的吧。而且你自己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能力的累积。随着逐渐趋于平稳的小镇日常，我也逐渐透过跟现实碰撞的这个过程，摸索出了在小镇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样貌还有体验。在我真正来到澳洲之前，我对于小镇或是农村工作的生活，都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幻想之上，或是网络上别人给的一些不精确的资讯上。但是实际来到这边，我才对这种体验有一个真正的理解。比如说我在来到这个小镇之前，看到网络上很多人会说嘛，农村里面晚上你没有夜生活，然后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非常的无聊。那当时的我就认为我会是不一样的，毕竟我自己是只要有电脑有网络就有无限的事情可以去做，根本不会无聊啊。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影片，我可以看书，我可以写程式，太多事情可以做了。但是我实际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确不是我现阶段想要长久一直待着的地方。我认为小镇生活的确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我在这2-3个月所累积的所有的经历都是非常宝贵的体验。但是我自己会想要离开这边的原因，主要是跟自我提升有一些相关。首先是工作方面，说实在，这种劳力工作就是只要你上手之后，就会感觉是一种完全没有成长性、单纯在消耗你的生命的工作。那当然，我这几个月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我的身体很多比较弱的部分都得到了一些训练，我的体能上也有很明显的改善，体态上也有所改变。不过除此之外呢，并没有办法进行一些长期的累积。所以我认为做几个月体验过这样的工作就足够了，花太多时间在这种工作上面，其实没有办法累积什么。再来是社交方面，小镇的人口基数非常的低，那在这边打工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嘛，这也造成几乎每个打工度假的人都是互相知道的，就算你们不认识，往往也都是朋友的朋友这种关系。放假你去超市买个菜，都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这样的环境也造成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八卦也很容易随便传来传去。大多数的人也都会形成自己的小群体，例如日本人可能会有日本人自己的社交网络或是聚会，韩国人可能也会有韩国人的。那我相信台湾人也会有台湾人的。那比较关系紧密的朋友，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小群体。小镇这样子的性质，我觉得会让你没有办法随时选择去 reset 重置自己的交友关系，并且像在大城市一样，你可以随时随地去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朋友。你在小镇上，你会因为工作、机缘或是运气等等的关系，而变得跟某些人比较熟，跟其他人比较不熟。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某一个社交场合，或是你想要去认识某些人，你可能就必须要属于他的那个小圈子里面，你才会被邀请过去。例如说，可能你跟某个人是一个工作上认识的同事，
又或者是你刚好是一个台湾人，所以就会被邀去台湾人聚会，或是你刚好是韩国人，或是刚好是日本人等等之类的，这完全不是你可以掌控的因素。所以你没有办法像在城市中一样，人很多的时候，你随便在网络上找一个语言交换的活动，或者说你随便去上个课，你就可以认识到完全一个陌生的人，并且呢，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你认识了谁，或是去了哪里。基本上在这样子的小镇上，不管你去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你都非常容易会遇到认识的人，而自然而然就会传到他们认识的人身上，那最后就会变成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小镇，虽然工作的人来来去去那室友也会不断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然的有出现一些认识新的人的机会，但是你对于你想要认识谁，或是你什么时候要认识他，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这个算是我认为不太适合我的一个原因。那话虽然这么说，这样子的小镇的工作其实也是有一些好处的。首先就是像这样子在透过工作等等机会认识人的方式，在城市中可能是比较难得到的。城市中人与人的距离往往是比较远的，那如果你不自己做出一些额外的努力，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人孤独的这种生活。并且呢，因为在小镇大家的生活很单纯嘛，大家的生活形态其实都非常类似，就是白天就是做那种劳力工作，然后大概都是下午可能就下班了这样。所以说大家的生活形态很类似，工作之余就很容易相约出来一起相聚，然后很自然的就会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关系。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有点像学生时期的那种交友方式或是性质，所以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认识到一些朋友，也会很常一起聚会吃饭，或是 barbecue 或是开 party 之类的。然而在城市中，你要认识人固然是很容易，但是要形成像这种学生时代的那种朋友类似的那种紧密，然后每天都会见面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困难。总而言之，我认为城市跟这种农村生活算是各有好处的。虽然目前我觉得这里不太适合当下的我长期去居住，但是我并不觉得小镇的生活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好。只是以我现在自我提升的目标来说，我觉得农村并不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这个是我亲身到这里体验之后所得到的结论。那当然我完全不后悔我这段时间在这边住然后得到的经历，我认为这段时间我真的过得非常的充实，我也感到非常的满足。不过呢，实话实说，现在的我已经开始期待我离开小镇然后前往下一个篇章的那个时候了。我现在也已经开始倒数我剩下一半不到的几千生活。